我今年99岁了，离上帝叫我去喝茶的日子，估计也就剩下个位数。这不是悲观，这是数学。在我走之前，有些话我得找个年轻人说说，那些我年轻时没人肯掰开了揉碎了讲给我听的硬道理。你看，我们每个人生下来都被扔进一场游戏，一场关于财富、地位、名声的游戏。我们拼命往上爬，想在积分牌上拿到更高的分数，但活了快1个世纪，见过太多人起高楼宴宾客，也见过太多人楼塌了，我才慢慢琢磨出一个味道：我们大多数人从一开始就用错了积分牌。让我想起好莱坞一个很有意思的小子，基努·里维斯 Keanu Reeves。 按理说这小子是那场游戏的顶级玩家，他主演的《黑客任务》The Matrix 在全球拿下了天文数字般的票房，他自己也赚到了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。他英俊出名，是全世界女人都想嫁的男人。按照世俗的标准，他的积分牌早就爆表了。但有趣的事发生了，这个游戏的赢家好像对积分牌本身根本不感兴趣。他把黑客任务系列 70% 的收入，大约7500万美金，分给了电影的幕后工作人员，那些特效师、化妆师。他说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他觉得自己赚的钱已经够了，而这些人更需要他。他没有豪宅，长期住在酒店里。他说，我不需要一栋空荡荡的房子。他没有保镖，穿着破旧的靴子，一个人坐地铁，被拍到在公园的长椅上啃三明治，眼神里有一种与这个喧嚣世界格格不入的疏离。有一次他过生日，独自一人在街边买了块小蛋糕，插上蜡烛，有粉丝路过认出了他，他便笑着邀请他们一起分享他的人生。庞福一直在对那个写满了金钱、名气、豪宅、游艇的积分牌比一个中指。所有人都觉得他悲伤、孤独，甚至可怜，因为按照那张公开的所有人都盯着的积分牌，他本该活得像个国王，但他却活得像个流浪汉。但我活了99年，我知道这小子不是悲伤，他是自由。他不是在玩我们玩的这场游戏，他早就撕掉了那张给别人看的积分牌，换上了一张只有他自己看得懂的。这就是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最核心的一件事，一个我用99年的人生才彻底想明白的道理。人这一辈子最关键的选择，不是你做什么，而是你用哪一张积分牌来衡量自己。世界上有2张积分牌，第一张叫外部积分牌，它的分数由别人来填写。你的分数是你的职位、你的存款数字、你开的车、你住的房子、社群媒体上的按赞数，以及你在别人眼中的样子。你活着是为了赢得掌声和羡慕，你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让这张公开展示的积分牌看起来更漂亮。第二张叫内部积分牌，它的分数只能由你自己填写。你的分数是你的好奇心、你的求知欲、你内心的平静、你拥有的深度关系、你帮助过的人，以及你是否忠于自己的原则。你活着是为了取悦你自己，为了成为一个你自己尊敬的人。我这一生见过太多顶级聪明的人，他们是外部积分牌上的天才玩家，但他们的人生却是一场灾难，因为他们的生活被别人的评价所绑架，永远在追逐下一个0，永远在焦虑和比较中度过。他们赢了世界，却输掉了自己。而基努·里维斯那样的人，他们选择了内部积分牌，他们很早就想清楚了，什么是自己真正想要的，什么是足够。于是他们从那场永无止境的追逐游戏中提前退场了。他们不是输家，他们是那种找到了另一种玩法，
并最终获得内心宁静的真正赢家。我最好的伙伴沃伦·巴菲特也常说这句话：你是想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情人，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差劲的情人，还是想成为世界上最差劲的情人，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情人？这个问题直指核心，你的人生到底是活给别人看，还是活给自己感受？一旦你决定换掉那张积分牌，你会发现人生中那些最让人头疼的问题，答案会自动浮现。外部积分牌推崇的是什么？是速度，是效率，是一夜暴富的神话。它让你觉得，如果你30岁还没成功，你就是个失败者。它让你看着同龄人升职加薪，心里就焦虑的像有蚂蚁在爬。但内部积分牌用的货币恰恰相反，是耐心。我和沃伦常说一句粗话：大钱不是靠买卖，是靠屁股做出来的。意思是，真正的财富，无论是金钱、智慧还是关系，都来自于漫长的等待和复利。可等是这个世界上最违背人性的事，尤其当你年轻，荷尔蒙旺盛，总觉得自己能改变世界，看着别人一个个超车，自己却在原地不动，那种感觉简直是酷刑。我记得我30、40岁的时候，错过了好几个后来被证明是金矿的投资机会。每次错过，我都在心里骂自己：查理，你这个笨蛋！又一次眼睁睁看着钱从指缝溜走。但后来我活得够久，才看明白，我每错过一个成功的机会，背后其实都躲过了10个彻底爆雷的陷阱。只是那些掉进陷阱里的人，从来不会大声宣扬自己的失败，媒体只会报道那个靠着一个点子就上市敲钟的幸运儿，却不会报道那99个为了同一个点子而倾家荡产的倒霉鬼。这就是外部积分牌的骗局，它只展示成功，却隐藏了成功率。如果你用内部积分牌来玩，你就会明白，人生不是一场100米冲刺，而是一场马拉松。你的目标不是在某个时点上超越所有人，而是在漫长的时间里，持续地、稳定地积累优势。如果我能回到25岁，只告诉自己一句话，那就是把你心里所有的人生时间表都乘以3。你想30岁实现财务自由，给自己一个目标，45岁做到。你想用5年精通一门手艺，不，给自己15年。你想用3年打造一个成功的生意，请做好熬上10年的准备。这不是悲观，这是对复利这位神奇最大的尊敬。真正能改变人生的复利，它的威力从来不是在几个月或几年里显现的，它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做温床。你看竹子，花了4年时间，只长了3公分，但从第5年开始，它每天能长30公分，6周就能长到15米。但如果你在前4年就因为没看到成果而放弃了，你将永远错过后面那令人惊叹的成长。人生的讽刺在于，你越年轻，时间越多，但耐心越少。当你终于学会了耐心，时间又所剩无几。所以，现在就学会它，学会安静地坐着，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，而不是你的敌人。外部积分牌痴迷于天才和卓越，它让你相信，成功是靠做出几个惊天动地的正确决定。但我和沃伦能活到今天，靠的恰恰相反。我们不是因为多么才华横溢，能次次选中赢家，而是因为我们像躲避瘟疫一样，系统性地避开了那些显而易见的输家和愚蠢的决定。我年轻时以为，聪明就是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。活到99岁我才懂，真正的聪明是知道哪些问题根本不值得问，哪些游戏从一开始就不该参与。人生最重要的决定，
不是你做了什么，而是你决定不去做什么。我把这叫做逆向思考。想知道如何成功，先研究所有可能的失败方式，然后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它们。想知道如何幸福，先列出所有能让你痛苦的事情，负债、糟糕的婚姻、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然后把它们从你的人生中剔除。你告诉我，打扑克牌怎样会输得最惨，我就永远避开那种打法。你让我看到一家公司是如何破产的，我就确保我的人生轨迹远离那种模式。这听起来很简单，对吧？但它很难，因为不做什么是无形的，它不会给你带来任何奖励，不会让你在外部积分牌上加分。你避开了一次灾难性的投资，没人会为你鼓掌。你拒绝了一个充满诱惑但有损名誉的机会，没人会给你发奖章，但你的内部积分牌会记录下这一切。每一次成功的避开，都在为你内心的城堡添砖加瓦，让它更坚固，更难以被外界的风暴所动摇。所以，别再痴迷于寻找下一个能让你一飞冲天的机会了，把你的精力先放在识别和避开那些能让你一落千丈的陷阱上。在人生的牌桌上，活下来比抓到一手好牌更重要。外部积分牌对金钱的态度只有一个字：多，越多越好，永无止境。但内部积分牌会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多少才算够？我在同一栋房子里住了70年，不是因为我吝啬，虽然我确实很节俭，而是因为我不需要一栋更大的房子。我开普通的车，穿普通的衣服，人们总觉得我疯了。查理，你可是亿万富翁，为什么不活得像个富翁？我的回答也总是一样，为什么要呢？我能从中得到什么？一栋更大的房子意味着更多的维修，更多的员工，更多的麻烦。一艘游艇意味着我要开始操心游艇的各种问题，这些听起来一点都不像乐趣，更像是另一份全职工作。他们不会让我更快乐。我用99年的经验告诉你，钱的效用在满足了基本生活需求之后，会以极快的速度递减。星号过了那个点，更多的钱买不来更多的幸福，它只会带来更多的复杂性，更多的决策，更多想从你身上捞好处的人，以及更多让你失去内心平静的担忧。我有个朋友在网络泡沫中发了大财，赚了几亿美金，然后呢，他接下来的10年都在焦虑如何保住这些钱。他担心税务，担心投资，担心孩子被宠坏。金钱没有让他自由，反而像一个巨大的金手铐把他锁住了。所以我希望你早点明白，找到你自己的够，然后就停下来。不要因为你能赚更多就拼命去追，不要因为你的收入增加了就让你的生活方式跟着膨胀。一旦你的开销追上了你的收入，你就又回到了原点，像一只在转轮上拼命奔跑的仓鼠，只是为了留在原地。要永远活在你的能力范围之下，不是刚刚好，而是远远低于它。给自己留出足够的空间，那点空间就是自由，就是从容，就是你能做出理性决定的地方，而不是在恐慌中做出反应的地方。外部积分牌会让你关注那些能帮你成功的人，那些有资源、有地位的人，但内部积分牌会让你关注那些你真正尊敬、欣赏、喜欢的人。我这一生最成功的投资，不是股票，而是我的人际关系。我和同一个女人结婚几十年，和沃伦做朋友超过半个世纪。我可以肯定地说，这些关系比我赚的所有钱加起来都更有价值。因为到了99岁，我才真正明白，你人生的质量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就是你人际关系的质量。你将会慢慢变成你身边那群人的样子。
这不是比喻，这是现实。和愤世嫉俗的人在一起，你也会变得尖酸刻薄；和总是找借口的人混在一起，你也会变成一个懦夫；和那些永远在追逐下一个新鲜事物的人在一起，你将永远无法感到满足。你会像得了流感一样，不知不觉地感染上他们的态度、习惯和思维方式。所以，请用你选择终身伴侣的标准去选择你的朋友和合作伙伴。沃伦和我的原则很简单，星号，我们只和那些我们打心底里佩服的人合作。星号，如果一个人让我们连和他共进晚餐的兴趣都没有，那无论这笔生意看起来多么诱人，我们也绝不会碰。人生太短，没必要浪费在那些消耗你能量、让你感到别扭的人身上。而且要像经营一门生意一样去投资你的人际关系。你不能指望多年不联系，感情还会自己保温。要在场，要出现，要慷慨地付出你的时间和关注。在朋友需要你的时候，放下手头的事，去帮他一把。不要总想着算账。一旦你开始计较我为他付出了多少，他又为我做了什么，这段关系其实就已经死了。我现在99岁，我记不清40年前某笔投资的具体回报率，但我清楚地记得每一次和朋友推心置腹的晚餐，每一次和沃伦在办公室里为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，然后相视大笑的下午，以及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一个平凡而温暖的瞬间。这些才是真正能存续一生的东西。我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回望这一生，我犯过无数错误，赔过不该赔的钱，信过不该信的人，但总体来说，我过得还不错，甚至比我应得的还要好。这不是因为我有多聪明，而是因为我很早就模糊地意识到，并且在漫长的一生中越来越清晰地确认，我必须按照我自己的计分牌来生活。我拒绝了那些能让我赚快钱但有损名誉的机会，我避开了那些看起来很聪明但极其复杂的投资。我没有为了更大的房子或更快的车而去透支我的平静。我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阅读和思考这些看似无用的事情上。按照外部积分牌的标准，我可能在很多时候都显得格格不入，甚至有点蠢。但今天，在我生命的终点，我可以告诉你，我内心很平静，我没有太多遗憾，因为我知道，我玩的是我自己的游戏，我忠于了我自己的规则。现在，该你了，别再盯着别人的积分牌焦虑了，别再让社交媒体上那些精心修饰过的生活来定义你的成功和失败。把那张外部积分牌撕掉吧，或者至少把它翻过来，在背面为自己写下新的积分规则。你的分数可以是你这个月读了几本书，而不是你赚了多少钱。你的分数可以是你陪伴家人的时间，而不是你参加了多少个无聊的饭局。你的分数可以是你今天是否比昨天更诚实、更勇敢、更有耐心一点点，去建立你自己的内部积分牌。这将是你一生中做出的最重要也最艰难的决定。但一旦你做出了这个决定，你就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证明任何事。你会从那场永无止境的、让人筋疲力尽的追逐中解脱出来。你会找到一种更深层、更持久的动力，它不来自于外界的掌声，而来自于内心的召唤。记住，人生的目标不是在死去时成为坟墓里最富有的人，而是在活着的每一天都能问心无愧地对自己说，我把时间和生命花在了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这就是我在你这个年纪时最希望有人能告诉我的话。